嗨，大家好，我是赵阳。今天这一期要来跟各位分享以及介绍的是如何自己组装这个 PC 电脑。那首先我要介绍的是这个 PC 的一些零件。那怎么样去分辨它的规格以及采购？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那我手上这个这个就是 CPU 这个就是 CPU 那当然你要采购的时候，自己组装的时候，一定要去分辨这个第几代像这一颗是这个 i5 的像这个是4460的，那是表示就是第4代的。那现在已经出到10几代。那我今天会借由这些旧的零件来跟各位解说那相同的，那你在购买主机板的时候这是主机板那主机板它有分为这个 ATX 还有这个 Micro ATX， 还有这个 ITX 那 ATX 就代表是标准的主机板那首先也要分辨这个型号那个型号这里有个编号 Socket 1150代表它的这个 CPU 的插槽是支援1150这个型号的那如果是新的板子，现在都已经到12代、13代的这个，当然板子就越更新那相对的这个大小你也要知道如果是越大的主机板，当然就越需要越大的机壳那如果是过小的、比较小的，像 Micro ATX 或者 ITX 的主机板，那所需要的这个主机壳，那当然就会比较小那这不一定说一定是非得要这个小的可以装到大的机壳，那大的主机板没有办法装到小的机壳那这个就由各位去考量那接下来主机板之外，我们还要有这个记忆体那记忆体也有分看你是 DDR3、DDR4、DDR5 等等。那当然是容量越大，速度越快，当然价格就水涨船高。好了，那再来是有个小零件像这个一般这个是排线这是硬碟的排线。那一般的话，主机板都会有内附或者是买硬碟的时候会附给你。再来就是这个传统的CPU 的风扇，CPU 的风扇。那当然你不只可以用风扇，也可以用塔式的风扇，这个是原厂Intel 的风扇。那还有一个是比较要准备的，这个都不贵这个是CPU 的散热膏那我们在风扇跟 CPU 的表面，在 CPU 安装好在主机板之后，要涂抹一层这个散热膏如果不涂抹的话，它散热导热的效能不好，而导致你 CPU 会负载会过高温度会一直升高，一直升高。好，那接下来是再介绍，当然你也要有这个硬碟那现在几乎没有人在用传统硬碟了这些都是这个固态硬碟 SSD。当然你也可以，这个速度是 SATA 的 SSD。当然现在最新的有 PCIe 4.0 的这个 SSD， 那速度更快好，那接下来是最重要的，可是各位也可能会比较忽略的或者是想省钱的地方，就是这个电源Power Supply 电源供应器那其实电源供应器对于一台这个自己组装的这个 PC 主机的话，是最重要的灵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 Power Supply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很多排线这主电源的排线各个硬碟、各个装置或者是 GPU 的排线那建议各位一定要买这个比较好一点的，不管你是要玩游戏或者是办公使用要长久的话，或者是工作要跑这个剪接影片或者是跑 3D 渲染。那如果你的瓦特数不够的话，那
电脑很容易就宕机啊，这是必备的啊。那最少要挑选这个铜牌哈，我们讲这个铜牌啊，铜牌的啊，最少不哪一牌子都可以，但是最主要是要铜牌以上的啊，确保这个电源的稳压以及供电的正常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如何去组装一台电脑啊，一步一步来组装。现在桌面这个零件都已经齐全了哈，那因为是我拍摄的关系，那机壳就不方便展示。好的，那首先我们确立之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哈，这个是 CPU 的插槽哈，那怎么打开呢？首先我们第一步就是先装 CPU 的啊，先装 CPU， 那往下按，往右边拉一下，那就可以打开它的插槽了。那因为我这个比较脏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CPU 这里有一个三角形的小小的啊，在这边角这边，那要配合这个啊 CPU 的底座，它这里有个这个白色的标示线，好，那我们就把它放上去，好，然后再盖起来，然后往回压，好，那这样就可以了啊。那第二步就是我们这个散热膏，啊，把它打开，啊。那这个散热膏其实不宜多，好一点就可以了，哦，大概是一个1/3手指头大就好了，哈，1/3的食指的大小，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把这个它附的把它抹平，啊，那不用用太厚，太厚的话，因为它这个是有太厚，反而它导热性不好啊。那太少也不好，那均匀的把它化开啊，到这个边缘的部分啊，让它接触，OK， 哦，那各位要记得，如果你的电脑用久了，或者说长时间没有使用，哦啊，因为长时间没有使用 CPU 没有导热散热，这个有时候这个散热膏它还会硬化，那硬化就会导致这个导热不良啊，那导热不良的话，可能就会温度过高啊。那弄好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 CPU 风扇啊 ，CPU 风扇啊，那有主机板有4个口啊，必须把它用一致起子把它锁进去。那这个我们要插到哪边呢？就这边有个标示 CPU 风扇啊，因为这里都有防呆装置，所以我们就直接这3个针脚插上去。好，插上去就可以了。那这个有防呆装置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插记忆体啊。那首先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如果说你买的主机板，你的包装有那个防静电的那个包装纸啊，塑胶防静电的塑胶包装纸，那就可以垫着。那今天是因为示范的关系，所以我就不用。那最好也是要戴着这个防静电的手套。那接下来就是记忆体。那记忆体你确定好规格之后，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凹槽啊，这里有个凹槽。那对应这个凹槽，这个也是防呆的设计哈。那这里有4个插槽，怎么插？那这个因为是有主机板，现在老早就有双通道的设计，所以我们在插的时候是从这里插啊，灰色的，好，用力一按。那第二支呢，不是插在黑色第2格，而是插在一样灰色的地方啊。那这样它才会开启双通道，资料传输的速度才会快啊。好，那用力一按，让这个卡槽卡上来，好，这样才有完整的插上去。好 ，OK。那接下来就是这里安装好之后，再来就是把机壳拿出来。好，机壳拿出来，把这个主机板还有这些插好的记忆体啊、CPU 以及风扇啊，再把它锁到这个机壳上面去哈。那因为今天拍摄的关系，我就不锁了。可是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要遵照这个主机板的这个说明哈。那因为这个开关都是在这右下角这一列哈，
右下角这个。那至于这个针脚怎么去安排，怎么去这主机壳那些排线怎么插啊，它都有标示对应的对应的这个英文，什么 PW 你就插在哪个针脚上面，那依照这个说明书可以去看去对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硬碟的排线那硬碟的排线一般我们会插在这个，如果你是一颗硬碟传统的就是这个2.5寸的SATA 式的 SSD 固态硬碟。那我们就排线，这里就有标示 SATA 3，那这边就有6个它有标示0就是第一个而不是我们数字的这个1是第一个，那0是第一个，那一般都是插在从0开始插那就把它插进去那我现在演示一下，好，那再来就是插在硬碟上面，好，这样就插好了。那插好了之后，我们再来最后就是把 Power Supply 电源供应器把排线插上这个是主电源。那主电源一般你可以看，你随便插你也插不上去那就防呆的设计，这样才对这个有一个卡扣，这里有一个卡槽那直接咔咔这样就插上去了。插上去之后，那再来就是要先找出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排线非常多那我们可以看这里有个这个哈迪的排线那你哈迪必须要供电，所以我们就把它插上去OK 插上去插上去之后，再来就是如果因为这一个主机板上面有这个内建的核显等于说有内建显卡，那如果你是外接的话，就要插在这个 PCIC 的插槽上面那也要把这个电源供应器排线的供电这里就有写了我们可以看到PCIe 这个就是在插这个显卡的外接显卡的依序把它插上去 OK。 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主机板的CPU 的主机板12伏的这个电源也要插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插在这边，它这个其实都是有防呆设计的那插不进去就插不进去找到相对应的一插就好了。好的，那这样插完之后，再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把它开机那开机之后，我现在是先设定这个简单的步骤给各位看那如果说你的硬碟 FF4 硬碟就是你的主机板开不了机那或者是说已经老化了中古机，那也可以把这个主机板的电池先把它用这个扣一下，它就会弹起来先把它断电，那其他的装置先离开，都重来。那也有可能你身体产生静电，就会造成这个主机板短路开不了机。这时候就要把所有的插上去的零组件全部拔掉，主机板要断电因为这个电池它是有供电的把它断电之后，大概经过个4秒钟、5秒钟，再把它插回去，那依序把你这个有静电的来源排除掉再依序组装回去。那组装回去之后，再来就是开机那如果可以顺利开机进到 BIOS， 再去 BIOS 里面设定。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边那怎么样安装系统，我就简略过不讲了谢谢各位，记得订阅拜拜。